好，接下来开箱的东西呢，本来不在我的计划之内，不过我们收到了主办方速酷3C 的邀约，那我们这次邀请了许多 YouTuber 来参加一个企划，那参加的人会有速酷3C、豪放还放我，然后我是赖瑞，还有科技狗3C Dog， 还有数位宇宙，我们要来做一个耳机的车轮战。那每一个 YouTuber 都会找一副耳罩式的耳机，跟今天的主角 AirPods Max 做一个评比。那底下资讯栏都会有各个 YouTube 的影片连接，一次给你5个评比。那希望你们会看得非常喜欢。那这边的话，我的影片评比会放在下半部分。那我主要比较的对象会是我之前有开箱过的 Razer 的 Black Shark V2， 所以说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我们就光来开箱吧。那这个盒子我真的超级想开，因为我觉得他们的设计非常好，然后它的设计可以这样。噔噔，有看到哇，立起来哇，打开就可以看到非常不错。那这一次他们这款 AirPods Max 就是白色的版本，哇，非常的白耶，整个颜色感觉蛮不错。那这一次它有着5种颜色，跟 iPhone 12系列一样，有着太空灰、银色、绿色、天空蓝和粉红色。那目前我在拍片这个当下是2月11号吧，我看卖最好是天空蓝，你还是要等大概2个月左右，所以说非常的惊人啊，而且这一次大家都知道，它推出耳罩式耳机一定不会便宜。那我自己都已经有个心理的期望，但是他们还是突破了我们的想象。各位观众，他们的售价是18490元，哇，真的是屌爆！那我们就赶快来进行这次的开箱吧。哇！这个阻尼感还是其他厂商比较难匹敌的，哇！一打开就看到这个白色款非常的好看啊，一拎出来就会拎出这个整个的耳机的本体。那我们先把耳机和这个充溢耳套，就是 Smart Case 放旁边，里面就一样有这个说明书。哇，18000会附信仰贴纸吗？看真假的，18000没有附信仰贴纸吗？还是速酷3C 收起来了？不知道哎。好，18000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没有附信仰贴纸，惊人啊！现在没有信仰贴纸，这苹果一定要都要有啊。然后里面还会有一个这个是 Type C to Lightning 的这个充电线，整个应该是还 OK。那比较扯的是，它只有附这条 Type C to Lightning 充电线。如果你想要把它接到 3.5mm 的耳机孔的话，你要自己再去选购。他们有一条这个，当然速酷3C 有准备这个 Lightning to 3.5mm 的耳机线，1.2公尺。你猜这条多少钱？各位观众，1190，我靠！真是超屌的，贵到爆炸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把配件移开吧，好好来欣赏一下我们的耳机本体。哇，整个的耳机真的是颠覆我们的想象啊！那这边的话，哇，速酷3D 人真的很好哎，他还有帮我把这个膜整个都留下来。那我们来把膜撕开吧。哇，这个 Smart Case 的这个耳机套长这样，为什么有点难扣啊？好，扣起来了。然后哇，我们这个真的是很屌。看九妹的影片，发现他们 Chris 说这个真的没有对齐，看真的没有对齐耶。这种东西真的是自己上手才会发现，哇，真的是很屌。那你们会觉得这个这样拿着好看吗？我个人觉得银色感觉我第一个会担心是这个没有这么好顾，不过整个质感上来讲，我觉得很不错。然后接下来有一个很恐怖的东西，就是我把它拿出来的时候。我干咔，你有听到吗？咔一声，这我每次看每一位 YouTuber 都会这样撞一下，我觉得哇超抖。看每一次这边都会撞一下，我觉得真的超恐怖的，吓到快不行。那这个就是充盈耳机套 Smart Case 的部分，那里面会有这种像鸡皮的材质，还蛮不错的，质感虽然蛮 OK。不过你们会喜欢这种收纳方式吗？我个人是没有这么的吃这一套啦。但是苹果嘛，就是很鸡巴，所以就是那样。哇，整个一拿出来，我第一个看到就是这个洋基出力的铝金属耳罩，哇，质感很不错，但是整个重量也是蛮有。那我觉得整个的设计的 ID 很，哇，刚就撞到，看超畏惧。整个设计 ID 也很苹果啊，就是蛮特别的一种，那会给你一个满满的质感的感觉，整个漫出来的感觉。然后中间这部分是有这个金属拉环，所以你可以这样，哇。
这其实你随时随想停都可以，然后整个的质感我觉得做的蛮好，因为这边就是会有点闪亮。我觉得重点是拉的那个手感很不错很像油压，那阻尼感非常的好。那这金属的伸缩支臂我觉得蛮不错的。然后这上面这个头带部分的话，它里面是有着不锈钢框，就为了让你这样可以这样去做弯折。然后外面的话有放一个这种亲肤的这种柔软材质。那中间的话，这网面的部分是使用了网状的设计，让你在戴的时候比较能够分散压力啊。不过这个可能都要戴过才会知道。然后接着来看一下它整个的耳罩的设计。那这个的话，他们是走这种磁吸式的，所以你可以直接拉开。那它这个耳罩软垫的话，他们好像用声学工程去设计吧，我个人是不太知道它的声学工程的部分啊。不过它这是走这种布面，然后里面会有这种记忆泡棉的部分，但是蛮软的吧，整个还 OK。然后这边会有这个感应器，但我那时候要看的时候，像是这边有写 R， 然后这边有写 L， 那我一直在想说，如果我把 L 翻过来这样用，是不是也可以啊？感觉好像也可以啊，就是 R 翻过去这样用，就是它感应器的部分、传感器的部分也没有挡到，感觉好像也可以这样用啊。所以说，然后就有点困惑。我本来以为是不会吸住啊，但是看起来是可以的。好，我觉得整体来讲的话，它这个金属感用的很足，那还是蛮碾压整个塑胶的感觉。不过整个的代价就是像是外面这一层这个阳极处理的铝金属，不知道好不好照顾。再来就是重量上真的是蛮重。那我个人会觉得它有点可惜的是，大家都应该会蛮期待这边还是放一个苹果的 logo 吧，至少我是啦。然后整个话下面是有一个 Lightning 的接口，那上面的话按钮部分的话，这边是有一个切换 ANC 和通透模式的。那这有一个他们的数位旋钮，它在官网上这样写，但是我觉得它翻得很不好，因为它是有点像 Apple Watch 的 Digital Crown 的部分，它应该翻成数位皇冠吗？那这数位旋钮部分的话，你除了可以控制音量，哇靠，有没有听到控制音量以外，你可以拿来接听电话、上下手歌和长按的话都可以叫出 Siri， 终于可以控制音量了，谢主隆恩啊，终于让我们可以在耳机上控制音量。它整个的耳机的话，左右是各有一个 H1 的晶片，那它每秒都会进行无数的运算，让你达到很好的抗噪效果。然后这边打开的部分的话，应该是可以看到里面是有一个驱动单体，那它有的是动圈驱动单体40mm的 size， 然后刚忘记讲这东西，你各位猜这东西多少钱？这东西单卖2290元，超级扯，所以说尽量好好的保护它，洗完澡再戴哈，要不然脏掉。然后这一组的耳罩式耳机的部分的话，有着6个外向式的麦克风，负责去侦测环境的声音，以及2个在里面的这种内向式的麦克风，负责去监听你所听到的声音，而进而去调控出最适合的声音的表现。那在续航力的部分的话，启动主动降噪和空间音讯的时候，它续航力最高可以达20个小时，哇，也真的是还 OK 啦，还行，因为所有东西都打开。那通常到这里我就会结束这个规格的讲解，那我就会开始进行心得实测部分。不过我实在太好奇，我现在来直接戴上去看一下它重量的感觉是如何。哇！这重量感觉有点重，那整体来讲的话，我会觉得还蛮有感，但是不会到不舒服，蛮舒服的。因为中间那网状的部分，虽然说它会蛮压你的头发，但是整个的透气度是有的。不过它的重量真的是有点重，我会觉得它不太适合叫 AirPods Max， 它比较适合叫 HeadPods Max 之类的吧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整个佩戴感觉很不错然后这个通透模式也蛮通透的，你的声音有被放大的感觉，有点像监听耳机那种感觉。我来切一个降噪模式听一下好了。哇，这降噪模式蛮猛的，然后它也会把你自己的声音给阻挡掉，所以说好特别的体验哦。哇，真的太期待了！好，那我接着就会使用这款耳机一段时间，然后再拿它跟我雷蛇在用的耳罩耳机做一个评比。好，那我们就改天见。2000 years later。好，那使用了这款 AirPods Max 几天后，我来讲一下它跟这个 Razer BackShock V2 的一些比较和一些使用上的心得。那首先从外观上来讲的话，这个东西真的是蛮有精品感的啦，就是整个来讲就是做的很苹果。不过你说这个雷蛇这一款会不帅吗？我觉得也不会说不帅，他们两个风格比较不一样。你看这边就很经典描述说，你看如果这边有刻一个 logo，Apple 在上面应该是会蛮不错。不过这种外观其实我觉得蛮主观，我个人来讲蛮喜欢的啦。但是也有人说这个上面看起来像办公室，然后侧面看起来像胸罩，就是蛮好笑的。然后接着是它这个佩戴感啊，你听。
不知道录不录得到，就是它压起来是感觉蛮透气，然后也感觉出他们在透气这一块是下了蛮多的功夫。包覆性来讲是蛮好的，不过这个真的是等价交换，就是它包的这么好的情况下，就是你真的戴不久，它戴久其实你耳朵还是会有闷热的感觉，即使它都做到这样子的程度，你还是会觉得不太舒服，就是会有点湿气卡在耳朵上的感觉。然后这东西真的很重，它基本上你戴着它听音乐，你头只要有晃动感，你就会感觉到它的重量在那边甩来甩去的。那如果你习惯戴着耳机听音乐的时候会一直点头那一种，那你的脖子一定会被训练到。然后这两款的重量大概差了100多克吧，其实在切换上来讲是非常有感。所以说，如果你喜欢这种精品的感觉，然后金属感，就会牺牲掉它重量上，就是没有办法。然后再来，我想讲一点，就是这个东西啊，收纳上来讲真的是太智障了。它光是很难收进去这一点，你看这样塞进去就让人无法接受。然后这个就是大家很常诟病的这个孔位没有对齐的部分，其实它真的很白痴，就是它孔位要对齐的方法很简单，就是你这耳机是要收到最低的。然后你看这个孔位就是会稍微置中了点，虽然说可能也还不是到完全对齐啊，但是就是会比刚刚好很多。但如果你一般使用情况下，像我这种头比较大，它孔位就会直接爆掉。所以说它的意思就是你收起来之后，你还要把这个压到最低，干真的太白痴了。我的头就这么大，我没有办法压到最低。然后再来最让人不爽就是这个，你看拉出来之后。看这会敲到，我每次敲到我都觉得心情很不好，非常白痴。那我个人会觉得他干脆出一款是有无线充电的功能的算，要不然这充电还要在那边插这个线，真的是太不舒服了。唉，就是我觉得不太行。但是这一款做得很好，就是它的操作性，因为它这有2个按钮嘛，一个是主动降噪和通透，然后一个是下一首歌啊，然后暂停播放音量，特别是音量调整，哇，简直是谢主隆恩，超爽！终于可以在耳机上完成所有的操作，用那边按手机非常好。然后这一阵子我使用的手机是三星的这个 S21 Ultra， 基本上我觉得相容性来讲是非常好的，没什么太大的问题，除了可能没有空间音讯以外，基本上所有的操作都有了，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然后再讲一下通透跟 ANC， 我觉得通透真的是做得很好，它就是让你很安静的那一种，你不会很紧张，说我戴着耳机会不会 miss 掉哪一个声音或别人讲话我没听到。我觉得它通透真的是蛮强的一个卖点，而且很自然，自然到你甚至觉得这个是没有戴在你头上，我觉得真的超强。那 ANC 的话，基本上就是有点像 AirPods Pro 加强版那种感觉，它让你的声音去噪的能力更强，然后真的是瞬间进入另外一个领域的感觉，我觉得还蛮不错。然后再来就是通话测试的部分，这一款雷蛇的我之前在影片中有测过，所以有兴趣可以直接去这部影片看。那我这边直接播这一款 AirPods Max 的通话测试首音，那大家可以听听看它的声音表现如何。好，现在来测试这个 AirPods Max 的通话表现。那我人是在一个安静的浴室，那假设我现在把水声打开，再把吹风机的声音打开，那你可以听听看说现在的通话表现是不是你可以接受的，因为这环境应该是蛮嘈杂的情况下，那如果通话是清晰，那就真的蛮厉害的。好，然后通话收音通常我在这一 part 讲完之后，就会直接跳下一部分。但是苹果真的是太欠骂，这一条 Lightning to 3.5mm 的线竟然要1190。然后我跟你讲，这超屌的地方是，它这个是2环的，它不支援收音。那如果你要接到 iPhone 的话，你要再买这个290的这个转接头，这样插上去，这样才是 Lightning to Lightning。因为它盒装内附的是 Lightning to Type C， 而且你只能听，你没办法用上面麦克风讲，等于是你要用手机去对着它讲话，然后声音才能听。我就觉得，我真的觉得这线为什么不给一个编织绳的线？我觉得真的很可惜。好，然后最后就是音质的部分了。那先讲这个 Razer Black Shark V2 好了。我那时候会选这一款是觉得，因为大家都要做一款比较嘛。那这一款我那时候想做的事情就是以下犯上。我梦真的是做得太美了。我那时候想说，如果这一款可以吊打它，太爽了，简直帅到不行。所以我那时候拍片之前一直幻想着，它只有它这个耳罩的钱，就这个耳罩的钱，但是它却可以吊打它的音质的话，太帅了。结果真的是差蛮多。那我就不鞭尸啊，就是音质的等级是不太一样。那我这边就直接讲一下我对这个 AirPods Max 的感觉好。首先第一个就是清晰，它在各个乐器的分离程度蛮好，然后音场感不错，广度有一种被包覆的感觉，很不错。低音有力，然后蛮深的，然后也蛮有弹性。那高音就是很亮，然后不太尖锐这样。我这一款真的很可惜，就是它 AC 的天花板大概就在这，就像是苹果的手机最多就是只能支援到60Hz 的流畅度，跟120Hz比例
定的输。你拿去跟 LDAC 比的话，它在那个清晰程度上来讲，一定是输料爆，所以这没办法。但是音质上来讲，我觉得这款是蛮不错。好，那最后我想讲就是价位的部分，它虽然卖到18000这么高单价的价位，但是你要想的是，它一开卖就全部卖光了，甚至要等到3到4个月这么久你才会拿到，而且大家还是一直在买，所以我个人会觉得它搞不好还可以再更高一点。那依照卖东西的方法，它就是要最大获利、最低的销售量，但去减少它成盘人事支出嘛。所以说，我觉得这一款耳机只要到下一代出来之前就可以了。所以我觉得它的定价以大家现在接受度来讲，下一次搞不好会更高。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件事情我想讲，就是这款耳机真的充分让我回想起苹果产品的一个爽感的部分，就是阶级制度的爽感。自从有那 Clubhouse 之后，我就更确信人性就是如此，它就是会有一种我有你没有的爽，那这就是爽度加倍的部分，那这就是人性。因为你看我买一个18000超爽，然后这质感很好，然后带在路上大家认得，就是有一种不知道，我觉得阶级制度的分隔感吧，我个人没有很喜欢这样。然后这东西真的贵到很环保，因为贵到不行，所以买的人真的是比较少了，对环境算友善吧，我觉得。好了，那这大致上就是这2款耳机的比较。那再次感谢速酷3C 的邀约，让我可以有机会开箱到这款耳机，那跟它做了一个比较。那底下会有各大其他 YouTuber feed 的连接影片，那如果有兴趣看其他款耳机的比较的话，应该像其他款可能有 Sony 那一款，大家一定会想看的话，可以去底下连接看。那再次感谢邀约啊！那喜欢我的影片，就帮我点个喜欢，记得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。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啦，悄悄，拜拜。